中国经济又踏一脚。街头那些曾经熙熙攘攘的药店，一个个正悄悄关上卷帘门。有的店主连货架都来不及清空，就在门口贴上“转让”2个字。在中国，这种寂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行业的彻底溃败。3年前，全国药店数量还在疯狂飙升，你随便走进一个县城，拐角就能遇见3家药店，连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都改成了医保药房。从2019年到2022年，全国新增10万家药店，总数突破62万家。那时候，开药店成了全民发财梦的代名词。有人卖掉房子去加盟连锁品牌，有人贷款装修门面，只为了挂上那块蓝底白字的牌子。医保定点4个字，意味着流量，意味着稳定的顾客，更意味着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可这一切在短短2年内崩塌的比谁都快。2024年，全国3.9万家药店关门，平均每天倒闭107家。有机构预测，2025年可能再有10万家药店彻底消失。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，而是最真实的、冷冰冰的事实。要理解这个行业的暴涨和崩盘，就得从2017年那场医改说起。那年，国家放开了医院药房的限制，患者可以拿着处方单去社会药店买药，还能刷医保卡。这项改革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行业格局。原本全国每年新增药店也就1万家，2017年之后直接飙升到3万家。政策一松，资本蜂拥而入，连锁品牌疯狂扩张，街头药店的密度甚至超过奶茶店。那时候药店是印钞机，连开一家小店的老夫妻都能轻松月入2-3万。药店不愁顾客，不愁货，只怕你不开。而第2次爆发是在那场让全国都陷入恐慌的2020年至2022年之间。那几年，药店是唯一的避风港，口罩、退烧药、维 C、消毒液价格一夜之间翻10倍。有人靠囤药1周赚了过去1年的钱。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数据，2022年全国实体药店数量达到62.33万家，3年新增10万家。那是药店最辉煌的时代，几乎每一个药房门口都站着一个准备发财的人。到了2024年，情况急转直下，3.9万家药店关门歇业，闭店率5.7%，创历史新高。国大药房、益丰大药房、老百姓大药房这些巨头都在疯狂瘦身。锦国大药房2025年头2个月就注销了5家公司。在山东、江苏、湖南的城市街头，你能看到整排空荡荡的药房门面，柜台上还残留着没卖完的药，货架上贴着打折标签，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。而在这场雪崩中，最先崩掉的是那些靠医保吃饭的药店。医保曾是药店的生命线，也是如今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过去几年，医保卡成了万能支付工具，很多药店工作人员与中间商暗中勾结，用医保卡刷药不拿药，然后转手卖掉。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灰色产业链。2024年，国家医保局彻查全国骗保行为，药店成了重点对象。据公开数据，仅甘肃、河北、内蒙古3地医保违规比例高达40%。今年7月，国家医保局公布典型案例：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，专门倒卖医保药品。北京石景山区的收药团伙更夸张。一个职业收药人手中握有105张医保卡，涉案金额高达137万元，被判刑11个月。上海警方年初也破获一起医保诈骗案，药贩子雇佣老人，利用医保政策去医院超量配药，再低价回收转卖。这些药流入黑市，也让一大批药店直接被取消医保定点资格。没有医保，就等于失去顾客。
一家药店失去医保资格的第2天，营业额能暴跌90%。山东、福建、浙江多地已暂停新增医保定点药店申请，一旦被取消资格，基本判了死刑。监管之外，还有更致命的价格战。如今的药店比谁都惨，同一种药在不同药店能差10几块钱。一些连锁药店用低价倾销抢市场，小药店根本拼不过。更多的药店为了活命，只能靠推销保健品赚钱。老人家，您这身体虚，要补一补。这瓶钙片是进口的，吃了睡得香。一句话，几百块的保健品就卖出去。可那些保健品多数没什么实际作用，顾客慢慢发现被骗，信任彻底崩塌。原本排队买药的场面，如今变成了门可罗雀。以前一天能赚1万，现在2000都够呛。河北邢台一位开了15年的药店老板说，房租人工一年要40多万，实在撑不住，只能关门。这家店养活了我们一家3口15年，现在彻底没了。而这一幕在全国上演。线上的冲击是压垮实体药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线上药品销售额达到714.95亿元，同比增长17%。仅京东健康、阿里健康2大平台就占据了全国近1半市场份额。更关键的是，医保线上支付全面放开，线上药店可以直接刷医保买药，顾客足不出户，半小时送药上门，比线下更快更便宜。一个感冒药在网上只要9块9，药店卖18块，你说顾客去哪儿买？药店老板们骂过、怨过，也尝试过转型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他们没有资本，没有流量，也没有供应链。互联网的浪潮一来，小药店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截至2025年第1季度，全国药店竟减少3000家，这是洗牌开始的信号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以老百姓大药房为例，过去3年疯狂扩张，一度年新增门店4000家。但从2024年底开始，公司突然掉头，计划关停上千家低效门店，新开的1000家药店几乎全部转向加盟模式，让别人冒风险，自己赚管理费。这是行业集体收缩的缩影。益丰药房、益心堂、海王星辰、大参林都在关闭亏损门店，砍掉人流少、租金高的区域店。这种逆增长成了药店新常态。据 Wind 数据显示，2024年药店行业整体利润率仅 2.8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过去那个动辄年赚100万的药店神话彻底碎了。最先嗅到危险的是资本。2020年到2022年间，医药零售行业吸引了超过300亿元风险投资。可到了2024年，这个数字骤降到仅剩不到60亿元。连投资过京东健康、叮当快药的基金也在疯狂套现离场。风投不傻，他们知道药店的现金流神话不复存在了。医保收紧，租金上涨，客流流失，监管从严，每一项都在掐住行业的命脉。很多加盟商血本无归，有人投入200万开店，3年回不了本；有人卖房卖车加盟连锁品牌，最后发现总部自己都在关店。药店不再是生意，而成了最沉重的债务。2025年初，国家医保局出台新规，要求医保定点药店实现处方药电子留痕实时上传，所有销售数据都要与医保系统对接。这意味着再也没有灰色地带，一旦违规，立刻停医保支付。对大连锁来说，这只是多一台系统，多一层审核；但对小药店来说，这是致命打击。系统设备要10几万，技术维护要人，资金断了链，没几家撑得住。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数据，2024年中国单体药店的平均利润率仅 1.2%，
一旦医保暂停资格，就直接进入亏损状态。业内预测，未来3到5年，全国药店数量将从62万家回落到40万家左右。这意味着超过1/3的药店将被淘汰。从2017年的政策红利，到2020年的疫情爆发，再到2025年的大退潮，中国药店行业走完了一场过山车式的命运。有人暴富，也有人破产；有人靠医保造富，也有人被医保打垮。短短几年间，药店成了普通人发财梦的坟场。如今的街头，小区门口的药店灯台依旧闪烁，但那光已不再是财富的象征，而是最后的余晖。药店行业的衰退，不只是一个行业的终结，更是中国实体经济高增长时代落幕的缩影。一切曾经容易赚钱的领域，都在变得艰难、冷清、无人问津。